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SP 豪刃曹操，以下简称浑曹。浑曹和其他的 SP 武将一样，会因着羁绊的选择而有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浑曹用哪个羁绊好？相信这是以后每个 SP 武将上线后，大家首先会问的问题。关于浑将羁绊的选择，之前有做了一期8个浑将羁绊的简略视频，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自行去参考下。我们继续说回浑曹，曹人羁绊是浑曹比较常用的羁绊，如果你不知道要选哪个，那么选曹人就对了。国家羁绊在陆服几乎是没人在用的，但这并不代表国际服也完全不能玩。尤其是在国际服大幅提升荀彧的能力后，由郭嘉担任羁绊的激浪曹操，或许也有它的可玩性。但因为篇幅的关系，今天我们只会集中讲解曹人羁绊。浑曹的怒攻会攻击敌方全体，并且会有一个对内和一个对外的效果。对内，浑曹会对增益不少于3个的我方武将施加1层豪情，和1层相等于浑曹最大生命值 10% 的护盾。不少于3个增益，也就是要有4个增益，浑曹的豪情和护盾才会生效。这个条件看起来好像很难，但只要你打开战报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并不难达成。八卦阵和方圆阵就已经可以贡献2个，浑曹自身也最少能贡献1个或以上的增益，若再带上1个穷奇，基本就已经满足4个增益的要求。更别说其他能为我方添加增益的武将还有很多。每1层豪情可以使攻击、防御和最终增减伤提升 10%， 效果可持续2回合，最多可叠加6层，也就是 60% 的提升。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提升，陆服的豪情每层只提升 5%， 6层也只有 30%。国际服的豪情效果比陆服整整提升了1倍之多，这么做的原因正是为了要加强郭嘉羁绊，因为只有郭嘉羁绊才有能力将豪情叠到6层，当中的细节我们下一篇再说。对外，浑曹会对减益不少于3个的敌方武将，造成自身防御值 55% 的真实伤害。这是浑曹怒攻的基础伤害，但并不容易触发。不少于3个减益，也就是需要4个减益才能触发，这和主战穷奇的技能触发条件是一样的。直接说结论，如果不带曹操是很难达到对敌方全体稳定造成真伤的。55%防御力的真伤，大概就比没有加成的红莲业火伤害更高一些。浑曹有很多种输出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如果队伍不适合，也无需强行加入曹操来触发这个真伤效果。接下来是浑曹的龙魂技能。魂技会攻击敌方全体，并根据目标身上的减益数量而造成不同效果。魂技可以简单的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热击。若目标身上的减益少于3个，魂技就只会为目标随机添加3个可持续2回合的减益效果。每个目标是独立计算的，当中的随机减益包括了 10% 攻防降低、10% 最终增减伤降低和最好的 20% 最终暴击率和抗爆率降低。这个阶段的魂技是没什么大用的，3个减益状态只是为了让魂技能尽快进入最后一个阶段。若目标身上的减益不少于3个，但又不多于7个，魂技会进入第2阶段。浑曹会使目标身上随机3个可驱散的减益持续时间延长，并扣除目标200点怒气。这依旧是为了最后一个阶段在做准备，但它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用途，减怒。只有来到最后一个阶段，浑曹的魂技才真正开始有输出。若目标身上的减益不少于7个，也就是8个，魂技会对目标造成 20% 浑曹当前生命值的伤害，后续每触发一次该效果，伤害系数都会永久提升 7%， 最高可提升至 70%。要留意魂技造成的伤害是根据浑曹当前的生命值，而不是最大生命值。所以浑曹的血量是否健康，也会影响魂技输出。国际服的魂技数值，不管是初始伤害、每次触发提升的系数，还是最高上限，都比陆服提高了许多。陆服的魂技初始伤害只有 10%，
每次只提升 5%， 要重复触发8次，才能达到最高值的 50% 当前生命值伤害。国际服的初始伤害是 20%， 是陆服的2倍。而且只要触发5次，就能超过陆服的最大值伤害。国际服魂槽的伤害下限和上限都提高了，这对于卫国玩家来说绝对是好事一件。不过和怒弓一样，魂技的伤害也是使用郭嘉羁绊才会比较好触发。魂槽最大的弱点就是热机时间太久，这也是它之后在陆服被淘汰的原因。魂槽的魂技如果想要有输出，就一样必须绑定曹操，否则从上减1状态开始，直到成功叠至8个减1状态，就得花掉好几个回合，之后还得靠重复使用魂技来慢慢提升伤害，整个过程就和乌龟一样缓慢。国际服这次是针对了魂槽的痛点，给它来了个加速。虽然触发的条件不变，一样要叠减1，一样要重复使用魂技来提升伤害，但速度却快了许多。国际服的魂槽已经从原来的乌龟变成一只能跑赢兔子的乌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曹仁羁绊的效果。若选择由曹仁成为羁绊，魂槽会切换为磐石形态，自身的抗爆率会提升 25%， 并使己方5将获得的护盾量提升 30%。在战斗开始时，魂槽也会为我方全体添加一个 15%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并使受到的伤害降低 15%， 持续2回合。这个开场护盾也可以受益于护盾量提升的技能。这3个能力都是独立存在的，不会因为开场护盾消失而消失。魂槽一个人就可以在开场为我方添加3个增益状态。曹仁羁绊有一个额外获取龙魂值的方式，每当有5个魂槽施加的护盾消失时，就可以获得1点龙魂值。这是除了普攻外，磐石曹操唯一可以额外获取龙魂值的管道。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国际服固若金汤的技能被改成回血后，魂槽也因此失去了另一个可以创造护盾的管道。有了羁绊技能加持，磐石曹操每回合最少可以释放1次龙魂技。不过若要论龙魂值获取的速度，还是由郭嘉为羁绊的激浪型曹操会更快一些。实际上，激浪曹操比磐石曹操更容易发挥魂槽的怒弓和龙魂技伤害。接下来我们来看魂槽的无双技能。异火技能，当魂槽或防御型武将被敌方攻击3次后，魂槽会敌方全体进行1次反击，并有 50% 概率为友方前排5将施加1层，可吸收 10%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层数不可叠加，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魂槽的反击伤害并不高，所以不是重点，提供护盾才是反击主要的目的，以下简称反击盾。异火魂槽提供的反击护盾值并不高，而且触发的概率只有 50%， 并不稳定。所以建议如果想让魂槽上场，还是将它升到3火会比较好。3火后，护盾值会提升至 20% 最大生命值，施加护盾的概率也会变成 100%， 而且还会额外为当前受击的武将恢复 15% 最大生命值。假设队里有2名防御型武将，再加上1个魂槽，对面的一个全体攻击，就可以触发魂槽的反击盾和回血。一些非输出型的全体攻击角色，比如诸葛果，随时都会变成为对面回血的角色。当然，魂槽也不一定就要和防御型武将组队，现在能攻击全体的武将有很多，即使只有魂槽一个人，也能每回合触发这个被动。3火被动只是个辅助技能，磐石曹操真正强势的是他的5火被动，5火才是磐石曹操的完全体。魂槽在战斗前3回合中，每回合开始都会为己方前排和防御型武将添加1层可吸收最大生命值 30%， 不可驱散的护盾。该护盾还会附带 15% 反弹率和提升 50% 造成的反弹伤害提升，效果都是不可驱散的，并且可以持续2回合。这也算是继承了曹仁能力后的一个加强版技能。魂槽是真正的铲盾大户，5火的反弹盾不仅可以提供保护，它同时也是磐石曹操最大的输出来源。
魂槽的前排反弹盾，如果再配上董卓，那将会是所有攻击前排武将的噩梦。磐石曹操可以大幅度的提升队伍坦度，只要专心做好防御，就可以舒服的依靠反弹来输出。这就是为何普遍上大家都更偏爱使用曹仁成为魂槽羁绊的原因。磐石曹操在组队上也非常多样化，并不强制绑定任何成员，这是曹仁羁绊会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磐石曹操有3个组队方向，第一是走回脏水的老本行。虽然磐石曹操恢复龙魂值的速度并不像激浪曹操那么快，但凭着整体队伍的坦度和反伤的能力，在脏水队里一样也可以过得风生水起。所谓的脏水队，指的就是绑定老曹操的队伍。组队思路就是利用曹操大量颇简易的能力来激活魂槽的怒攻和龙魂技输出，这是磐石曹操无火前的主要输出来源。磐石曹操无火后就不一定要带曹操了，因为即使没了怒攻和魂技的输出，他也可以依靠反伤来输出。第二个方向是可以加入盾队，来进一步增强队伍的坦度和反伤能力。因为在左慈上线前，盾队还是会比较缺乏输出的。所谓盾队指的是至少有3个盾以上的队伍，不过盾队还是得等水镜这号盾队的领军人物上线后才能成军。磐石曹操加入盾队，主要还是看重他无火被动的反弹能力。3火被动在盾队里反而会被浪费掉，因为魂槽的反击盾是无法叠加的。防御型武将太多，触发太快，血还没怎么掉，可能就已经把次数用完了。想最大化激活3火被动，其实只要一个防御型武将就足够了。高顺就是其中一个很适合和磐石曹操组队的防御型武将。第3个方向是成为其他抗队的挂件，用来加强他们自身的体系。磐石曹操无火，有了前排反弹盾后，光是保前排和反弹伤害的能力，就足以让他成为所有抗队都可以选择的挂件。是的，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魂槽在陆服刚上线时获得的评价就是，每支抗队都要想尽办法塞进一支的武将。这样的评价才真的是夸张，不过这也侧面的证明了魂槽的能力。魂槽在陆服刚推出的那一段时间是具有统治版本的能力的。魂槽会一直统治版本直到 SP 孙尚香上线为止。在整个生涯中一共会有2段高峰期，第一段就是现在直到于禁和乐进登场这段时间，之后就会轮到 SP 孙尚香来统治版本。而另一段就是 SP 郭嘉登场后，曹植和曹彰登场时，然后在 SP 张飞登场后没落。抽取建议，魂槽基本上所有抗队都能用，现在甚至也有灭队在用魂槽的。不过灭队用魂槽那是属于科长玩的，现在谁强就用谁。可能下一个版本就换 SP 周瑜了，所以不建议平民参考，平民是真的学不来。魂槽主要还是用在抗队上，常见的队伍比如脏水、冲锋江、吕布队都可以使用，甚至连火烧队都可以暂时使用魂槽来加入队伍。不过因为下一个 SP 就是周瑜，所以并不建议平民只是为了这个暂时性的用途就去抽魂槽。对于火烧队来说，先保证能将 SP 周瑜拉到无火才是最重要的。常看陆服情报的玩家可能会听过脏水已死、魂槽无用等等的说法，在这里就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在 SP 孙策版本以前，最没用的魂将前3甲排名分别是周瑜、吕布和曹操。以上的武将在出来时其实都是很强势的，排名真正反映的只是强势期的长短。魂槽可以使用的时间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了。魂槽要无火才好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来决定抽不抽。有能力在 SP 孙尚香上线前抽满无火的都可以抽，没有的也可以考虑先抽个3火来加减用，然后再慢慢补到无火，在第2波高峰期使用。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结束，下一期我们再来说郭嘉羁绊、魂槽2个羁绊的战魂、战灵、站位等配置。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